如何计算下跌的股票买方资金的力度？这是股票市场不为人知的秘密。看到这里，当你的股票连续上涨后，马上出现3连阴下跌，是应该继续持股还是果断卖出呢？仔细一看，你会发现下跌时阴线实体在变大，说明空方动能太强了，多方不能抵抗，还是赶紧卖掉吧。结果还真就迎来了一波快速的下跌，心里面开心极了。那再来一只股票试试，这只股票经历横盘之后，同样也出现了3根阴线的下跌，3连阴的下跌直接破了前期平台，比上一只股票还要弱势，还是赶紧开溜吧，不然就要挨套了。但你会发现，结果股价直接反包收阳，随后出现一波连续拉升行情。问题出在哪里呢？为什么同样是3连阴下跌，结果却大相径庭？你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尴尬的情况呢？存在这种疑惑，说明你对于 K 线的语言研究的太过于片面。你想不想知道，只通过 K 线就能计算出股票下跌时 K 线背后的买方力量？正式收听前，记得点赞订阅阿哲讲技术频道，每周分享不一样的实战技巧。你来看到这个图板，在6天前的视频中，阿哲解析了金针探底长下影线背后的秘密。今天我们再度揭秘下跌阴线背后的买方力量。股价下跌，我们称其为空方力量，而在当日的分时当中，我们定义它是空方打下的领地。反之，后续的上涨，我们可以判断为多方力量对于当日空方下跌的反抗。那么后续的上涨就是多方反攻，夺回失守的领地。这内在的含义告诉我们，如果当日是下跌的阴线，那么下影线就是多方买入资金的力度表现。所以如果当天是一根关脚阴线，那么就代表当日空方取得压倒性胜利，多方没有丝毫反抗力量，在波段上涨中出现，往往会导致趋势反转。而类似金针探底 K 线，就代表当天空方在强攻之后，却反被多方攻势夺回了领地。如果是低位出现，就意味多方大反攻即将展开。借此，我们就可以计算出下跌中的股票内在的买方动能，而公式就是当日收盘价减当日最低价，也就是影线的长度。接下来教你一个实战小技巧，当你发现股票出现连续性下跌，最好是3连阴，因为连阴本就是资金刻意的行为嘛，往往在上升趋势中被用来洗盘。这个时候你就要关注他们的下影线，因为这是暗含的资金买入密码。当然这里阿哲就省略计算的步骤了，因为除了少数情况，很多时候你是可以肉眼发觉，随着股价的下跌，连续3天的下影线都在变长，说明每日下跌时都存在一股资金在逆势买入，而且还越买越多，从而导致图表中留下了越来越长的下影线痕迹。如果只是1-2天，那么可能是巧合，但连续3天都出现，并且一次比一次的力度要大，试问又怎么会那么巧，一群散户不断下跌，不断买入，而且还越买越多呢？所以我们基本就可以确认，这里存在大资金逆势买入的痕迹。当然，作为散户投资者，你不可能在这个位置跟随资金买入吧？所以我们往往需要等待真正的止跌上涨信号来确认，才能选择进场。在3日资金买入后，只要第4天出现止跌阳线，最好能够是反包阳线，那么就构成了大资金下跌买入公式，我们也就可以开始进场了，以最后一根下影线止损，博弈后续上涨行情。现在你学会了吗？如何计算下跌时买方的资金力度？原来看懂 K 线语言就能揭开大资金的逆势交易。现在你就能够看懂为什么有的3阴下跌会不断下跌，而有的3连阴下跌却会带来一波上涨行情。
最后给听到视频结尾的你一个小小的问题：下跌时，下跌 K 线的下影线可以得出多方资金的买入力度公式，是收盘价减去最低价。那请问上涨时空方资金的卖出力度公式又是什么呢？评论区记得留下你的答案。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，记得点赞订阅阿哲哦，更多技术分析等你掌握，下期更加精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